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7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是东京奥运会惊现毛主席像，习近平的试探，这是一个讨论题。今天我们的直播呢是YouTube 平台跟 Clubhouse 平台的双平台直播。那么我们欢迎这个 YouTube 平台的网友在讨论区在聊天室发表自己的观点，同时我也请这个 Clubhouse 的网友在这个 Clubhouse 的房间发表你的观点，提出你的问题，好吧？在我们开始这个讨论之前，我做了一些这个话题准备，那么我就把这个话题准备呢给大家提供大家参考。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中国运动员包山菊和钟天使成功卫冕，赢得冠军这是中国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的第28枚金牌。那么两个人的成绩都刷新了世界纪录，实际上他在上一届也获得金牌。那么两个人上台领奖，穿白色的这个中国代表团的这个队服这两位领奖的运动员他们身上都佩戴了毛主席像对于毛主席像来说呢，我们久违了那么文革期间毛主席像是铺天盖地那么这几十年文革结束之后，毛主席像实际上销声匿迹，然后这些年呢，毛主席像又出来。那么这两位中国运动员佩戴毛主席像去领奖这件事情，在国内国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个巨大的反响，在国内国外的反差很大。首先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运动员戴毛主席像上台领奖高度关注。那么钟天使、包山菊他们有可能违反了这个奥林匹克宪章第50条。第50条第2款规定，运动员、体育代表团的官员均不得在衣服或者装备上展示政治或者商业宣传根据负责，违反者有可能取消比赛资格，甚至是吊销大会的通行证那么这个规定经过国际奥委会运动委员会的这个争取，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得到放宽有所放宽。但是第50条第2准则里面规定，在颁奖礼、开闭幕式等官方仪式上，这个第50条的第2款不做任何的放宽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有很严格的规定。到了8月3号，国际奥委会发言人亚当斯那么说已经开始着手调查这个事件。然后8月3号的晚上，那么国际奥委会就发表声明说，这个中国奥委会已经保证毛主席像再不会出现在这个颁奖台上这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反应。国际社会的反应陆陆续续都在发生那么这件事情呢，在国内引起了这个毛粉的狂潮那么有人在这个颁奖礼的这个照片下面写毛泽东思想万岁，戴毛主席像将是胜利的保障，乌有之乡这是个著名的毛粉。年轻人越来越肉眼可见的热爱毛教员，在最本质意义上是什么呢？是认清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坚定了社会主义自觉自信的表现，这是乌有之乡。百年梦圆他说2位天使般的姑娘戴上毛主席像章领奖，表现的是人民的心愿和向往，表现的是毛主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100年复兴道路上须臾不可离开的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然后这个微信公众号云水怒说，人民最终还是会回到毛主席这儿来，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然后国际奥委会采取行动之后呢中国官方反应非常快。中央电视台后来的重播画面当中，这2位运动员的这个毛主席像章已经给抹掉已经看不到了。照片这个热搜，这个包山菊和钟天使
颁奖时佩戴毛主席像章的这个话题已经从热搜上撤下来，环球时报也把这个已经发出的新闻跟照片全部删掉，这件事情就基本上就这么平息下去了啊。这整个过程是这样。毛主席像章是什么啊？毛主席像是在其实就是在文革期间啊，基本上人人佩戴。但是呢，第一枚毛主席像章不是文革的时候，是1932年。1932年，上海的这个地下组织啊，祝贺毛泽东担任这个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特地制的，这是1932年第一次啊，第一枚。第二枚是1943年，是新四军做的，所以新四军是一个政治的军队啊。然后到了1966年的8月，毛主席接见这个100万红卫兵，然后各地就开始兴起了这个做毛主席像章的这个热潮啊。那么文革期间，全国有2万多家工厂生产过毛主席像章。天津一家这个军需厂日产量是10万枚啊。毛主席像章在文革期间用了6000吨铝，相当于几千架这个米格战斗机啊。那么有4万多种这个毛主席像章。周恩来在1969年的时候说啊，他说毛主席语录已经发行了7亿册啊，毛主席像章做了22亿枚。所以呢，到了后来这个1969年，中央就下了个文件，说关于宣传毛主席思想、毛主席形象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里面有个规定，说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因为什么？因为消耗这个材料啊，消耗不起啊。到了这件事情就开始慢慢的降下来啊。那么现在其实你在这个淘宝网也好，在京东商城都能找到这个毛主席像章。那些像章其实也不贵啊，估计是手工作坊都在做。林丹在2008年这个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他在这个打这个男单的时候啊，他说他戴毛主席像啊，他说孔令辉在2000年的时候也戴。但是我有记者翻查过孔令辉当时比赛没有带啊。那林丹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今天希望主席给我带来一些力量啊，这是林丹说的啊，就是林丹当时打比赛的时候是带了毛主席像章，但是孔令辉就没看到。然后中国各地其实也能看到毛主席像，比如说在农村还是有很多家庭会在他的堂屋挂毛主席像。那么特别是各地的出租车，你可以看到他们经常挂毛主席像，用来干什么？用来辟邪保平安啊，就因为这个足够邪，其他的鬼神都不敢来啊，就这个意思啊。那么本届东京奥运会对中国来说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政治敏感性。以往呢，中国的参加这个奥运会这种国际比赛呢，更多的政治取向或者政治意图是展示面貌和体现说法啊，通过这个我们拿很多金牌，这个体现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中国人民你看多么厉害啊，就这个意思。今年不同，今年跟往年有非常大的区别。中国运动员在本届奥运会上遇到的情景跟历届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或者其他比赛场合遇到的场景都有很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这种态度，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和以前不一样。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自己的看法不同啊，我都大国崛起了，这不知道谁在捣乱啊。然后我们都实现小康社会了啊，实现了一个伟大的政治任务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中国跟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全面翻脸。这个翻脸不是一般的翻脸，是政治上的翻脸不是我们去年看到的贸易战，不是那么简单是政治上已经翻脸。所以呢，在这种氛围之下，今年的奥运会跟往年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中国来说，奥运会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这反映在什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他在这个中国奥运代表团成立的这个仪式上宣布这个中国参赛的目标，说要坚决遏制这个奥运成绩下滑的趋势，确保金牌榜这个保持在第一序列。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中国参加这个奥运会的目标，不是体育精神，是什么？是政治任务政治任务。所以呢，你可以在这场中国在参与这个奥运会这个运动的奥运会的过程当中，做了很多的政治上的举动比如说台湾必须以这个中华台北参加奥运会，不允许播放台湾的国歌，中华民国国歌开幕式的时候也不播这个台湾队的进场的过程不播，结果顺便连自己的这个中国队进场都没有播到然后呢，台湾运动员获到金牌的时候不播出他们获奖的仪式，然后这个不顾台湾的代表队其实叫什么？中华台北，然后中国的解说员就不叫中华台北，叫什么？中国台北这就是意思是不一样。中华台北是一个固定名词，中国台北意思就是台北是中国的，中国因为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民族主义。其实你可以看到，在这场奥运会当中，中国官方是在推波助澜包括像乒乓球混双输了然后这个包括这个体操唐倩静用九儿的这个配乐等等那最新的就是什么？最新就是带着毛主席像去领奖那么有人去讲说这个，我亲眼看到有人来洗地说这个叫什么？说毛主席像带毛主席像是他个人行为第一，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纪律，我认为全世界都没有比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纪律更严格的，这是第一个。说他自己两个小姑娘憋了一个毛主席像章上去领奖，你信吗？我不信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两个小孩对文革对毛主席有多少了解？他跟林丹不一样，林丹是个军人林丹的老油条，这个怎么能比？完全不能比。林丹的政治觉悟，这俩孩子怎么能跟林丹的政治觉悟比？还有，如果中国体育代表团真的有这个风气那就不是两个人戴毛主席像的问题，那就是很多人都在戴，而且不仅仅是领奖的时候戴，打球的时候、比赛的时候也会戴。如果真有这风气，肯定是没有这风气。第一，肯定是领导授意，领导安排，而且试一下这件事情，甚至不是体育总局这个层面的事情，是中宣部这个层面的事情这是对经上的一个表忠，也是习近平的一个试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我觉得他会不会是习近平的一种试探？习近平上台之后，当然权力斗争很激烈慢慢的，习近平把所有的权力全拢到自己手里所以基本上习近平的权力，你从现在他来看，习近平跟毛泽东不一样，毛泽东他是有很崇高的地位，但毛泽东是一个很懒的人，他不愿意管那么多事情，他说是用底下人去管，但没想到底下人联合起来把他给架空了。这毛泽东其实有很大的权力，有很崇高的地位，
但是事实上他发动文革之前，他权力被架空了。习近平吸取这个教训，他所有的事情全都管，所以他是全世界衔头最多的小组长，一直是这样，所以他管事就揽权，揽权就什么？揽权就独裁。所以呢，基本上你可以看，习近平现在的权力比毛泽东还大，基本上是最大的权力，他又当皇帝又当宰相，基本上全当了。所以呢，当你拥有这样的地位和权势的时候，你就会做一件事情，中国人都会是这样，干什么？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必由之路啊。对习近平来说，影响最大的2件事，第一个是文革，第二个是毛泽东。所以他就开始搞个人崇拜。毛主席万岁是谁喊出来的？毛主席万岁是毛泽东自己喊出来的。同样的，对习近平来说，对习近平的权力最准确的描述是什么？定于一尊。定于一尊是对习近平的这个崇高地位最高的一个描述，是谁喊出来的？习近平自己喊出来的，这跟毛泽东是一样的。什么时候喊出来？我告诉你，2018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7月3号到4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会上讲话，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党中央必须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他讲完这个话以后，他的小哥们栗战书马上7月16号开这个人大常委会的党组会，他就在这里讲，他就说要自觉加强政治建设，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这小兄弟就开始敲锣打鼓。到了2018年的10月，中纪委当然知道，然后最后就是修订他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间加了一段什么话？通过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始终自觉地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尊的权威。你看，习近平把这话一说，底下人跟着喊，他就定于尊了啊。然后到了去年的10月，五中全会把习近平的位置就开始往上抬了往上抬。习近平定位是习近平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已经叫到舵手了。舵手是毛泽东的专用他现在已经开始。然后到了去年的11月，新华社发一个长文，习近平冒号新时代的领路人然后用了7个称号，给习近平7个称号。新华社第一，开创性的领导人；第二，伟大斗争中形成的党的核心；第三，为人民谋幸福的勤务员；第四，有担当的国家改革发展战略家；第五，重塑军队和国防的统帅；第六，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领袖；第七，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原来总设计师是邓小平，现在他替代他了，他是总设计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明年就要开20大了，没有意外的话，习近平会连任那么所有人都不相信他20大之后他会自动离任所以那现在这个中国体育运动员跑到奥运会上带着毛主席像去领奖，什么意思呢？看看大家反应，怎么样？反应好，就毛主席像就可以多出一点等大家都适应了，那就可以准备带主席像了，对吗？带这个习主席像，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试探，也许是个试探。试探什么？试探大家对主席像这件事情的态度。为什么？如果每个人胸前都带着一个习主席像，那习主席不就在大家心里了吗？这就是我做的一个话题准备。那么话题准备之后呢，请这个 YouTube 的网友发表你们的看法，也请 Clubhouse 的网友举手上来提问。那我先呢把这个 YouTube 上面的网友提出来的一些观点，我先说一下，好吗 ？Amy。好的。观点：习近平不仅没有经济学常识，也没有外交常识，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同时也不明白如何经营在国际的形象，对内对外都是各种斗，可能跟他从小接受红色暴力教育有关。他就一样东西就够了，他不需要知道这些东西，他就一样东西就够。什么东西呢？就是把权力抓到手里，他只要有权力在手里，他没有常识没关系，这是他现在的处境，他的看法啊。观点：现在中国各媒体是在有意引导大众对文革记忆的认同，从文革式的美学到毛主席像的推崇。现行的自媒体与当时的大字报在本质上无本质区别，不由得感叹，真正的灾难不是百年一遇，而是一遇百年啊！这观点很特别啊。观点：中华台北和中国台北充分体现了9·2共识的核心，一面让台湾人自我感觉良好，另一面让中共在国内和国际上堂而皇之的宣扬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一定要看清这场骗局。观点：中共没想到引以为傲的夺冠，竟迎来了迎面3巴掌。第一巴掌扇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的谎言，就是这个全小姑娘的这个悲惨的家世啊，让大家很同情。就是全面小康了嘛，这家里这个老人病在床上10几年没人管。第二巴掌扇出了医疗体系不公的问题，第3巴掌扇出了不惜代价举国制造体育机器的丑行。这个暴力和谎言堆砌的体制，就像一座随时塌方的土坯房，哪怕你的目的是装裱它，但只要轻轻一碰，就尘土飞扬。这个非常的有画面感啊，非常有画面感。提问：请问王老师，习的认知能力决定了后中国时代吗？作为普通人，我们应该怎么应对？我先答后面这个，你没什么应对，为什么？因为你是普通人。普通人离习近平非常的远，只有习近平的余波会影响到你，所以普通人没什么好应对，就是多挣点钱，有机会呢就离开。普通人的应对只能是这个，没有别的。至于说习近平的认知决定了后中国时代，我不知道什么叫后中国时代，大概大家知道，中共的领导人权力非常的大，无论是邓小平，当然远的说毛泽东，近的你说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他们的权力都非常大，他们做的很多的事情对我们影响都很大。你就算是胡锦涛基本上这几个总书记里面，这个权力相对比较小的一个。大家记不记得什么叫和谐？记得吗？和谐很痛的，名字叫和谐，其实打起来一样痛，没有区别。和谐是谁发明的？胡锦涛发明的。然后这个网格化管理，然后这个维稳体制是在
维稳这件事情是江泽民提出来的，维持政权稳定，但是建立一个系统来维持稳定是胡锦涛发明，胡锦涛建立的维稳体制。在胡锦涛手上，公安局长是由副市长来做，这件事情就成为一个规矩。所以在胡锦涛手上，警权扩大到非常的大，这都是所以中共的领导人他的权力非常的大，他的每一个动作跟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有巨大的影响。我们能不能做什么应对？我们基本没有办法做应对，我们只是个普通人，所以没有办法做应对。观点，这个手段毫无创意。当年袁术想称帝，也是抛出一个观点来试探，然后仓皇称帝，最后众叛亲离，吐血死去。创意就没有什么了。中国历史上有无数的政治术啊，域名术、政治术，各种阴谋诡计多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一半是阴谋诡计，所以真的没有什么发明创造，都是抄来抄去。创意就没什么创意。不过呢，我觉得这个习近平的想法慢慢的在浮出水面。他之前说的很多的话都实现了。我举一个例子，思政课。我记得是2005年，他在一个跟教育有关的会议上讲这个思政课。他说思政课不能只在政治课上讲思想政治教育，要在每一堂课里面讲政治思想教育。思政课要放到每一堂课里面去，要放到专业课里面去。你看实现了吧？现在所有的专业课里面都有思政课，思政内容。所以习近平我们以前看到很多习近平讲的话，觉得这是很荒唐的，不可能，不应该，违反常理。我上数学课，你让我讲施政的内容，这怎么成立呢？不成立。但是它真的发生，它真的就发生。这习近平他真的就为什么他能做到？原因只有一个，他有足够大的权力，而且没有制约他力量的权利。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做到。就是你早年听到习近平讲的某些话，你觉得这很荒唐，这个老左。但是这个老左的荒唐话现在一步步在实现。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议题，我觉得有价值的地方。情绪刚刚在网里看到，中国体操国手张尚武在地铁站卖艺在地铁站里乞讨为生的照片。他在2001年世界大运会上拿下2面金牌，2005年受伤退役。因为文化程度低，没办法找工作为生，感觉 CCP 把人当一次性的工具，用完就没用。对，中国的体育运动员，所有的体育运动员都是中国金牌工程的耗材，他们是被当作耗材。耗材是什么？就像纸张一样，用完了，用完即弃，全部都是这样。当然有些运动员他境遇不一样，他会这个像郭晶晶啊，像伏明霞啊，嫁入豪门啊，像这个当教练啊，当官员，袁伟民啊，当教练员，当官员，这是凤毛麟角。大部分的运动员，就你要知道一块金牌后面有多少运动员，成千上万的运动员都被当作耗材抛弃，这是血淋淋的现实。观点，这次奥运会中国把能丢的脸都丢光了，也对国内喊扬我国威，反而台湾跟香港面子攒足了。这次运动会台湾跟香港的运动员表现得非常的好，
不仅仅非常让人感动的是，香港的运动员和台湾的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让全世界再次看到了香港人和台湾人这是让大家感到非常的感动的事情观点，目前看来，大量底层年轻人的出路越来越窄，他们看不到未来，尤其是从农村出来的，房子买不起，孩子的教育在大城市也不能解决，看病又太贵，回老家又没有就业机会，照这样下去，不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我在我们前面的节目当中，我讲过很多次相同的内容，我这再讲一次。我们现在我们的网友能够到我们节目来讨论问题的网友，包括很多在海外的网友基本上看到的场景，不是我们现在中国真实的存在。我经常讲，中国真实的存在在广袤的农村和偏远的城市，那里有中国最多的民众，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的生活是3点：第一个，普遍的贫困；第二个，教育和社会保障的落后，就是社会的不公；第三个，他们没有机会，也没有出路。这就是中国真实的中国。我们现在的网友，包括在我们这个讨论，在我们这个能够翻墙出来看到现在这些节目的网友，包括能够出到海外的这些网友，你们看到的中国和这个真实的中国是有巨大的差异的所以这个我要提醒一下，我讲过很多次只要你把目光投向我刚才讲的这2个区域，一个是广袤的农村，一个是偏僻遥远的这些城市，你就知道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所谓的大国崛起，所谓的小康社会，除了谎言不是别的，没有别的，好吧？Amy，我这边讲完了，请Clubhouse 的网友发表意见谢谢。要不我先广而告之一下。好的，对。那就下面小伙伴们也挺多的，今天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的这个每周6 Clubhouse 和油管的直播的特别节目。今天的主题是东京奥运会惊现毛主席像，习近平是习近平的试探吗？然后请想参加讨论的朋友们举手发言，欢迎分享你的情况、情绪、观点和问题。在发言前，请你做好准备和总结，请保持在1分钟以内。欢迎大家理性和积极的讨论，谢谢。谢谢点点，谢谢。好，然后艾妹，你排一下麦吧，谢谢。好，我们按那个麦序排吧 ，Alex， 你可能你前面还有一位，好吗？我们每个人在1分钟时长吧。那个朱张妹在吗？大家好，我在。对，然后我是想说，就是说，文革那段时期的一个副作用，然后现在就是已经显现出来了，就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作用，就是说它让50后跟60后这2批人普遍的这个文化水平是特别低的，就是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他们的文化素养普遍是比较低，而且当时也是受到这个毛泽东的一些影响，然后有一点比较喜欢搞那种个人崇拜，然后对毛泽东可能有莫名其妙的一些情愫然后由于当时文革比较动荡，然后50后、60后他们没有接受过就良好的教育，然后当时他们也就是文化课缺失了，然后也没有顺利的进行一些高考中考这些，所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就是主要的那些领导人都是50
50后、60后，所以我感觉我对现在的中国情况是有点担忧的。对，好，谢谢，我说完了。好，谢谢。Alex 你在吗？我在，大家能听到吗？可以。好，我个人觉得吧，就是两个运动员戴毛主席的宪章，这个呢是体委受益的，因为两个人嘛，他是两个人同时戴，这肯定是体委后边的人受益他们这么做。这么做呢，一是为了内上，因为这个体委啊，他现在搞的这个东西呢，就特别像这个战狼部、这个外交部搞的这些东西，就是要把这个要借各种场合主动出击。你在吃东西吗？Alex， Alex 继续。对不起啊，我这继续。我觉得吧，这个国家体委啊，它其实我们知道美国和西方的很多国家大关注这个奥运会，奥运会它特别像春晚，就是生造出这么个东西，一种来表现党的这些意志和理念的一个东西。所以呢，体委它会像外交部一样像战狼部一样，它要主动出击，要搞这些东西，就是要给这个给国内这些民众啊，要告诉你们，我们现在也是加强这种意识吧。OK， 谢谢 Alex， 讲完了吗？我讲完了，谢谢王老师。谢谢 Alex。非常感谢。那我们下一位 Marco 在吗？在。好。我觉得这种就是刚才Alex说的也是挺好，就是他比较意识形态侵犯一下西方的国家，其实越多越好。这种事情这是没办法，因为白人那边其实他们对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渗透还是不太了解，真的。所以这种下南或是比如说比较左的一种做法，中国共产党比较嚣张的一个做法，其实越多越好，就是对，那你才可以让他们明白这个问题的所在。有时候是这个英语说是不是这个 necessary evil， 就是可能是这个意思。OK， Michael 讲完了吗？讲完整。好，谢谢好，下一位 Try 在吗？王老师好，大家好，我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其实之前王老师做过一个节目嘛，就在讲这个文革会不会复辟啊。当然那天我没有机会跟大家交流，但是其实我也想结合在一起说嘛。今天这个主题就是，我觉得与其说文革复辟的话，首先我觉得这不是特别能够复辟真正的文革，因为你看你怎么界定嘛？如果你要是非常严格的标准的话，天安门楼长楼那个画像还在那挂着，那文革从未结束，对吧？但是你要是按照非常标准说闹到当年的那种惨痛的教训，我也不相信，其实现在国民还是当年的那个素质啊，因为现在也是已经是信息时代了嘛。现在绝大多数国内老百姓想的还是赚钱，怎么能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大多数人对于政治没有像那些我们看到的小粉红那么极端，我是说沉默的大多数啊。但是我觉得相比之下，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其实是，它有可能复辟。先别说文革，是有可能会学大跃进的很多做法啊。就是我其实也有很多发小啊、朋友啊，在国内也入了党啊，我跟大家交流，他们说我党是一个什么特别善于学习、总结、反思教训的一个党。我说你总结反思什么了？我说你看看你现在做的一系列的事情，是不是跟文革是不是跟大跃进当年其实是非常像的？就是左派我觉得都会有这个毛病，就是一个宏大叙事，然后定一个不切实际的一个理想和目标，然后做着严重违反常识的事情，然后最后只能很虚伪的给自己褶着说去掩饰，然后去成天去夸耀，然后呢从来不看，只追求单一的一个结果，单一的一个宏大、伟大、辉煌，从来不看它背后的代价、成本是多少。我们可以一件事的看。你08年北京奥运会花了纳税人多少钱？举国体制为了奥运的金牌，据说有一个调查说是1亿美元一枚金牌，花了纳税人多少钱？这些年来就更过分，为了追求为什么中国的国家形象，那你现在一个疫情，08年的好印象，在西方社会看来完全败光了。这次
然后你可以看几乎所有的事情，大搞基建。然后就是郑州那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实际上你去查，国内有个叫阜成门6号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那篇文章竟然还没被删，在墙内能看到。就说其实不仅是郑州的534.8亿，其实全国各地2、3线城市这些年来，当然不是1年哈，就是这些年来，所谓的每个城市都建那个极其昂贵的海绵城市，但其实作用非常有限，总共加起来有7万亿之多。然后我们可以一件事一件事看，然后“一带一路”撒了多少的币给那些第三世界国家、非洲，然后其实所谓的宏大叙事，我们国家战略怎么伟大，什么宣传，什么天朝上国，万国来朝，但是实际上真正起到的作用，经济价值有多少？一带一路是这样，10年我还查是平均每年是100多亿美元，然后10年之后到了近些年，每年是400多、400-500亿美元，就这样就砸出去，然后芯片被卡脖子，大炼芯片。我们知道的实际是武汉红芯，但实际上各种的芯片爆雷的接连不断。2020年上半年只是6个月的时间，爆雷的芯片爆雷的，就是国家的资金就完全打水漂了，就是3700亿人民币。然后我们再考虑什么雄安新区烂尾了，说是1万亿等等等等。那你说钱从哪儿来？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一系列的国家的这种什么双减呐，然后又打击互联网啊，又割这个猪。那个非常感谢啊，出来那个你的信息非常多，那我们好吧，那我就先不说了，一会儿再补充。非常感谢。对，我们这个前1个小时是油管跟这个 Clubhouse 同时直播，那之后呢，我们给 Troy 一个机会把他观点说完好吗 ？Troy， 你把观点说，总结1分钟，给你10秒钟，把你的观点表达一下，行吗？好的，谢谢王老师。我的观点就是，其实我们更有可能复辟的是，大跃进的时代，就是一个伟大的目标，不看它背后的成本，会劳民伤财。然后包括疫情的防控也是这样的，觉得可以完全扑灭疫情，但实际上大量的经济的损失不去看它。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一个比复辟文革更有可能发生的一个更眼前的灾难啊！我就先说到这，谢谢。Troy， 我想回应一下哈，你说的这个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就是我们去把这个时间轴拉长一点，你看从义和团运动，我们再往前我们就不可说了，就从义和团运动开始往下看，中国的政治或者是中国的社会运动基本上是这个脉络，就是最高权力人啊，那么发出一个号召。这个号召就成为一个最大的政治，或者是最大的政治正确，然后这个社会就为了实现这个政治正确，做任何事情就去满足这个政治号召。你可以看义和团运动就是这样，就说中国社会是一个没有规则的社会，其实一直以来就没有规则，它就是跟它的规则来自于唯一的政治正确的号召。你可以看义和团运动就是这样啊，就是一个政治正确，然后底下啥都干，杀人放火什么都可以干。到了文革也是一样，文革也是一个政治正确，底下啥都可以干，其实是一样的。中国社会没有改变过，中共建政到现在也一直是这样。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非常对，我们要防止的，我们可能遇到的情况不仅仅是文革了，文革只是一个形式，其实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只要政治正确，什么都可以干。这就是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最可怕的场景就是这个场景。继续啊，妹妹。好的，谢谢王老师啊，我能再多插一句吗？啊，你说。建议就是我建议王老师，您可以有时间可以做一期节目，就是把我刚才列举这些，当然了，肯定会多得多了嘛，就是所有国内的劳民伤财的，什么雄安新区啊，什么海绵城市啊，所有的这些钱加起来，我们算一个总数，看看这些年习近平浪费了纳税人多少民脂民膏，本来应该投入到教育和医疗领域的，浪费了多少？这个数字一定是一个天文数字，会非常吓人，会非常有效果吧？谢谢王老师，谢谢啊 ，OK。好，我们那个下一位安在吗？安东尼。你好。你这外面的，你是在外面对吗 ？OK。
现在好一点。现在好一点哈，刚刚有点吵，我可能会超过1分钟哈，我尽量快一点。就是刚刚王老师讲的那个胡锦涛那段呢，我想稍微讲几句。我记得以前就是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是有一个那个比较大的一个辩论，整个社会性的辩论，我不知道王老师有没有印象。这个辩论的主要争论呢，就是公平与效率，就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主要是要更注重公平还是更注重效率？这个辩论在我印象里面是范围是比较大的。然后我也看到过一些很多的这种文章，包括也有这种辩论比赛之类的吧。反正最后呢，我感觉到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应该是从高层往下是选择了一个叫做当时的有个说法叫做效率优先，叫做兼顾公平，这应该是这么一个说法，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这样一个发展脉络。然后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下来，基本上是以这个为这个基本的这种方向吧，包括制定一些法律法规政策之类的。所以我们看中国几十年的发展了，基本上这个目标达到了，效率确实是非常的快。但是呢，公平所谓的兼顾，其实是很多时候就是不顾。这种不公平的这种发展，其实在胡锦涛时代，作为胡锦涛时代，我记得是网络上有很多人在讨论，就是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不公正的，也是没有公义的，导致当时的那个总理温家宝都出来说过一句话嘛，叫做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但是呢，作为一个总理，他也就是只能是这样说一句，说到这里为止。然后就是在那个网上比较热烈讨论这个当时的胡锦涛时代讨论之后呢，所以就是王老师刚刚讲到的，就是出来这么一个和谐的这个提法。就是胡锦涛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没什么很大的权利啊，也没什么很邪恶这样的哈，但是他这个做法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邪恶的做法，就是用一个和谐代替真正的大家所追求的公平和正义。因为公平和正义是有客观标准的啊，什么叫公平，什么叫不公平啊？两个苹果你一个我一个，这就叫公平。那和谐是什么呢？和谐就是大家和和气气啊，大家不吵不闹，哪怕你骑在我的脖子上，我也只能和和气气。所以这就是给我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吧，就刚刚讲到胡锦涛这时代呢，我就想起这个大概2个点，一个是改革初期的公平与效率之争，后来因为过度不公平引发的到胡锦涛时代呢，就是以和谐掩盖一切啊，注重的是掩盖表面上的一团和气。那我占用过多时间，就讲到这里。好，那我们下一位Jack 在吗？在的主持人。好，你可以开吗？好，那个王老师好，主持人好。我之前一直是在北京上学，然后后来去美国读研究生，然后我感觉我自己对国内的情况感受也比较深刻，就是我感觉现在其实可以分成短期的一个影响和长期的一个影响。就是我觉得客观来说，短期就是政府现在这种模式，其实对老百姓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而且可能必须得承认一个事实，就是现在国内的民众是比较信任共产党的，比较信任权威的，而且这个信任的程度还在加强。就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很多同学会做这种扶贫项目，去到那些王老师所说的那种遥远的农村地区，还有中国的4、5线这种城市。然后当时我有一个同学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习的这个治理模式下，原来比如说给一户的这个扶贫款可能有3000块钱，在原来这3000块钱可能从政府到这个县里面，再到村里面，最后到落实到这户人家，可能还不到1000块钱。但是现在查得非常严，这3000块钱是定点到那个户，然后每期之后还有人去查账。所以我觉得从这种模式来讲的话，它对于基层是有一个很强的吸引力。所以我觉得就是目前就短期来讲，对于民众来说，这是一个就是信任政府的动机。而且这个东西我们发现在2020年，尤其疫情以后，其实是加强的。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这个事情的长期影响。就长期影响是因为你这样短期做，就像刚才那个Troy说的，可以是不计成本，就是你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通过这个社保的方式投入很多的钱进去，
但是最后这个东西其实还是由民众去出，但这个东西最后到底落实到效率上能够提高多少效率，这个是说不定的。所以我是比较担心这方面的问题。而这个就是联系到政府身上的话，可能有就是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习近平现在权力是不太受约束的，他没有横向的制衡，这就意味着他所有的政令都是下面在执行，他的意见得不到反对的声音，所以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但是我想了一下，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就是可以就是能够纠正这种行为的方式。然后前段时间跟一个就是出版社的一个作者吃饭嘛，然后他之前是在美国高盛，后来回国，在国内的这个金融就是证监会这边也是一个就是上层的干部吧。然后他给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在中国像这样的这种左偏的情况，只能通过时代潮流去纠正，没有一个真正的人或者机构能够纠正这种东西，就是只能通过时代的发展自己进行纠偏。所以我是比较好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理论，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对，我的发言完了。我回应一下 Jack 这个观点，我碰到过好几次啊，就是给老百姓发钱，老百姓觉得不错，基本上所有的老百姓给他发钱，他都会觉得不错。但是这里面跟社会公平跟效率有没有关系？基本上没什么关系。从目前中国的财政体制来看，给老百姓发钱只能是地方政府啊。那么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是解决地方财政不足。地方政府有没有条件去给老百姓发钱？基本上没有空间。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的财政已经把钱花到它的基础建设上面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的构成很清楚，用在民生的领域是非常少啊。它基本上就是说有钱他就去还债去了。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中国的老百姓普遍性的信任共产党，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没有人可以信任。你想一下，中国只有一个执政党，只有一个政府，他只面对这一个政府。那你说作为一个公权力，他信不信任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公权力他能不能反对，他没有权利反对，他也反对不了。所以你拿这个来去衡量中国的老百姓信不信任政府这件事情，他肯定是相信这个权利对他来说是无法抵抗的。所以呢，在这个语境环境当中讨论中国老百姓信不信任政府这件事情，我还不如说中国老百姓相不相信政府的权利可以把他打死，一定可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信任政府这个议题是没有意义的，这是第一个，因为中国没有其他的政府，没有其他的力量，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扶贫款检查，是的，你刚才说的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在去年在前年这一系列动作是压倒性的政治在发生。但是这件事情我告诉你，当习近平宣布我们扶贫任务完成之后，这件事情就再也没有发生过。这个不是一个地方，是所有地方都是这样。因为扶贫当时是最大的政治，所以你绝对不能拿去年或者是前年的事情来涵盖中国整个社会，那是不公平。中国的老百姓从来没有人管过他，就在这一瞬间你发钱给他，他当然高兴。后来呢，我跟你讲很简单，他们为了扶贫，他特地跑到那个县里面去建一个叫什么水果加工厂，去买这个当地的水果来做罐头食品，这样的话解决扶贫问题。然后等扶贫任务一结束，这个加工厂就关掉了。这就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所以中国老百姓现在的处境，从文革，从中共建政到现在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一定是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在以这个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为前提发生的变化。但是中国老百姓面对的处境，他的政治权利，他的经济权利，
他的社会权利，他的这个个人权利和1949年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同意 Jack 刚才的结论。至于说习近平的这个独裁专制只用时代的潮流来纠正它，这不是纠正的问题，这也不是错误。大家知道独裁专制是什么？独裁专制是罪恶，它是个犯罪，这是个犯罪行为，不是纠正的问题，是要改变的问题，这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好吧？这是我回应 Jack。好，那个下一位WF 在吗？在。好，那个我们这时长可能差不多，希望大家能简短一点，好吗？就是在1分钟。好。谢谢王老师，谢谢大家。我想问，就是我想了一个问题，因为关于奥运，就那是中国的奥运运动员是代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代表一个独裁国家，所以我就看到很多反共的人都会不支持那些中国的运动员。那么中国这香港的运动员的话，他们也是代表中国香港，他们放的歌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但是香港人就好像很支持中国香港队的运动员。那这样的话，香港的运动员拿了金牌的话，会不会是对香港，这是会令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有更多的这是政治上场，我也不知道，就是觉得好像那运动员是代表那个一个独裁国家，所以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支持他们。谢谢。不管这个运动员代表什么人任何一个运动员在体育上去做出他的贡献，做出他的努力，我们都应该支持，这是体育精神。当然不同的运动员我们有不同的选择，就是因为体育是竞赛，竞赛有甲方有乙方有 N 多方，那你一竞赛你要支持一个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觉得我们需要，就像在比赛的时候我也会支持中国的运动员。为什么？因为他是中国的运动员，我也是中国人，我喜欢他比赛。当然这背后有我们讲金牌体制金牌工程，中共的举国体制的问题，我们当然要批判。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没有问题我也不觉得大家会有问题，就是这样子你说这个中国运动员拿了金牌给中共脸上贴金，你可以这么说你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中共的金牌工程就抹杀中国运动员在体育上的贡献和献身精神，这两者之间我们不能够把它划等号，对吗？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当然这里面会有一些别扭会有一些纠结，但是我不觉得非得把它变成1+1等于2，好不好？这是我的看法好，谢谢王老师。那个 Amy， 我消化一下 YouTube 上面的言论好吗？好的。提问：就算皇帝也和百官共治天下，现在权力和资本的角力中，似乎权力胜出了。请问王老师，政治老人或者是其他红色家族，例如贺家、邓家，对习也构不成制约吗？我不知道，这个宫廷政治的事情我真的看不到你现在没有看到有人对习近平构成制约，我看不到这个制约的现象。情况，一个从国内来的朋友告诉我一个故事，习在文革时把他父亲的背打断，后来他父亲就对邓小平说，我这个儿子够狠，可以从政。这个朋友的姐夫曾经是周恩来的秘书，有很多小道消息，我对小道消息基本上我不接受为什么？因为你没办法证伪所以你可以拿来做参考，但是不能拿来做依据。
观点结合习近平思想，成必修，底下官员揣摩上意，中共上层决策多是见事态发展在调整。总结起来，应该是习近平有释出方向，有底层实际操作，万一做过了头，就断尾求生。如果有意想布道的好效果，则继续放任。中共一贯都是乱中求好处。情况，我是曾经的水利项目从业人员。8年前，一个项目中标200万，水利局领导直接索要100万，都不需要行贿，直接索贿啊。OK， 观点：共产党统治的手段：1. 搞运动；2. 个人崇拜；3. 虚假宣传；4. 严控媒体；5. 暴力打压；6. 宣传民族仇恨。基本上是对的。情况：中国农村河北唐山晚上的空气是臭的，接水要细流，大流一桶底都是沙子。瓜果蔬菜价格也是贵，满村都是老人，得病没钱看病，拖着死去，每个月都在死人，哀乐的哭声是农村的主旋律。情况：我是最贫困的山村户口，我的家乡现在2001年了还没有通公路，没有水电，点煤油灯，吃玉米包谷，没有稻谷，政府天天说扶贫是最大的讽刺，非常对。情况：我来自云南昆明，30多年前大学毕业，实习到丽江泸沽湖边上的一个县，那里最穷的是住在山上不愿意下山的彝族，看着像样的值钱的就是放在火上的黑铁锅架，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女孩子基本不出门。我当时吓得说不出话来，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状况依然存在。情绪：我认识一个河北的红二代，他说当年习近平刚刚离婚，在河北当小官，跑到他家来请求介绍个媳妇儿，习近平连整句话都说不出来。现在整个中国到全世界都被这个贪权的大傻子祸害，何时是个尽头？能做的就是每天晚上上香祈祷，这个妖孽早日归西，真是无奈。观点：习只不过是共产党的落日余晖，如高华所说，毛做任何事情都要师出有名。反观习，竟然昏庸到和塔利班这样的恐怖组织勾兑。我想，不仅仅是有良知的人不耻，就连体制内的人，甚至小粉红都难以接受。怎么看习都不像一个有魅力的领导人，不管真理部怎么给他洗白。OK， 观点：不同意那个说50年代、60年代的人因为文化大革命而缺乏文化知识。目前占据许多领导岗位上的人，造成了现在国家形势或者领导格局。奥运会金77银78、79，这头3届文革后的大学生，他们的年龄跨度是从40年代到60年代生人。这些人努力生活，吸取知识。虽然有很多人在领导岗位上，这些人成为国家科学技术管理的主力。诚然有些党棍有机会主义者，但是不是大多数。他们中间更多的是正直的、有道德的、有人性的，只是他们被压制、被禁言，犹如石沉大海。一旦有巨浪推动，这些石头会发出轰天的雷鸣。OK， 老实讲呢，我就不大喜欢这种笼统的去定义啊，因为人是个体啊。你说哪个时代的人没饭桶？哪个时代没有人渣？有饭桶有人渣啊，但是你不能说这个时代的人就全是人渣。所以如果你不能够具体到个体的话，其实这种陈述老实讲没意义，没有意义。你说60年代的人很牛，你是60年代你就牛了吗？你不是一样捡垃圾吃？所以这个问题就像什么？就像那个民族主义啊，像民族自信。中国有文天祥，有岳飞，有这些非常伟大的有汉武帝，你跟他一起牛了吗？
你还不是在捡垃圾，对不对？他的文攻武略跟你有1毛钱关系，1毛钱关系都没有，好不好？所以我们所谓的集体主义是什么？集体主义就是抱团取暖，自己找一些安慰而已啊，有什么用？提问：王老师好，在很多问题上，如核电站、河南洪灾、武汉肺炎，媒体无法一时跟进到底，事件背后的追责被时间冲淡。请问王老师，这对中共来说是不是个优势？你觉得这有意思吗？优势吗？我就给你这优势呗，对吗？就不要你说不要脸是不是个优势？当然是优势。你在2个人掐架的时候，不要脸是优势。但是你觉得这种优势有意义吗？你说呢？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难道没有类似西方国家的民调或者民情反映机制？我知道以前人民日报记者会写内参，有啊，怎么会没有？有的，民调机构都有的，民调机构、民情反映机制都是有的啊。中共知道情况吗？中共当然知道情况，怎么会不知道呢？养那么多的社科院，养那么多的大学的研究机构，养那么多的舆情研究机构，养那么多的调查机构，养那么多的情报机构干什么？都是有用的啊。观点刚提到不计成本的政治正确，根本源于对于目标镰刀阶级和韭菜阶级考量的目标价值维度不同造成的。韭菜阶级无人权部分，我只有一个无奈的唯一选项造成。对于有产阶级，政治正确最优选项造成。OK， 观点：培养体育运动员的初衷就是要改变东亚病夫的形象，一时间也有它号召性。而现在有些企业家出重金奖赏这种行为，使之成为一种豪赌。中奖了，有车有房有钱，国人好赌，对于穷人也有一定的魅力，衡量得失自然有勇夫挑战。问题在于要让参加者明白这个豪赌的利弊，只能一面鼓吹所谓的为国争光。作为正常的国家，不能把国民当消耗财。提问，请问王老师，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是否会像历史上的苏联和2战德国时期的奥运会一样受到国际抵制？这件事情呢，还在发展当中啊。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对立，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对抗越来越强。那么这个会发展到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北京冬奥会上肯定是有一场非常激烈的政治角力，它会不会演变成为一个抵制？现在很多国家接受外交抵制。什么叫外交抵制？就是我不派政府官员去，这个很多国家已经接受了，但是不派运动员去这件事情，接受的国家很少，所以现在还没有到那一步啊，我没办法预测。好，明谢阿绿，谢谢 James 叶，谢谢Three Yellow， 谢谢自由雕塑公园，谢谢 CA，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 YouTube 的平台就直播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 Clubhouse 的平台继续啊，那么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Amy。